这是最一开始的跑酷，这是稍微引起民怨的跑酷，这是让人发文靠背的跑酷。不要！我开始也觉得母汤的跑酷，然后更多的跑酷，更多的跑酷。跑酷好玩吗？好玩，那就来个更多的跑酷。如各位所见，这游戏是真的难。刚才主线一定要通过的跑酷，最难的就属这段机械跑酷，其他像是沙川、绿町或是其他没讲到的地方，这些看起来根本不是人在玩的，算是选择性的看你要不要过的一种挑战。他们被藏在主线以外的地方。这边我想特别提狮子哥在这方面我认为做了一个很用心的安排，大约在游戏时间25小时左右，通常能在第二幕最后打出第一个结局，但是这个结局不是个好结局。大黄蜂打败苍白之母，吸收它近乎无限的灵丝，导致大黄蜂遭到灵丝的反噬，反而被困在茧里，成为编织者女王，对应到奖杯名称。正常来说，这时玩家对故事背景是一知半解的状况，因为全地图有非常多的地方是不一定要去的，所以如果想玩出真结局，玩家必须得靠自己的真本事去完成每一个支线任务，征服每一段跑酷，找出所有隐藏区域，同时得到剧情拼图的一小角，最后拼出一整块完整的剧情。终于知道故事背后的缘由之后，游戏才肯放你进去真结局。如果无法克服这些挑战，那是真的拿不到通往真结局的门票。这种做法好是好在一般程度的玩家可以在中间进度得到一个结局，作为结束、中继点，或是想继续挑战。当然还是有可能因为技术不足，只能玩出一个结局，会有点不爽。另外，我认为他们会如此用心的原因是有设计过的。他们用强迫玩家建立大部分的剧情基础，来加强剧情转折带来的冲击感。尤其很多支线是帮助 NPC， 例如帮地图师找到他师父的下落跟死讯，帮村民铲除可怕的野兽，找到莫名其妙被关起来的绿王子，帮他开门，反而说获得自由让他很痛苦，他宁愿就这样被关一辈子，显然在逃避某件事情。还有超可爱的加蒙德跟渣渣，他们是见义勇为的小骑士，你对于自己额外做的这些行侠仗义的事情会有所感触跟印象。做完这些事情，在进入真结局的时候，很多事情真的有让我难过到。这段剧情的前因后果怎么发生的，跟幕后黑手是谁，这些先跳过不讲，不然要解释超久。圣堡跟狮之国因为大黄蜂一时判断错误，导致濒临崩坏，影响到全境性命。这些突然颠覆的力道跟罪恶感非常重，让我想到《机动战舰》这部老动画，以为事情会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丝绸的诅咒彻底消除之类的，或是逼出隐藏在背后的真 BOSS， 结果是毫无预警，突然狠狠的往我头上敲下去。原本充满信仰的朝圣者，死得死，挂的挂，失去圣堡等于失去信仰，明天要相信什么都不知道，漫无目的的活着。开心跳蚤团觉得既然都要灭团了，那不如死前来做点开心的事，开启各种小游戏竞赛。在陌生的废墟中与绿王子再度相遇，透过弹琴潜入他的过去，才知道他依然活在以前鼎盛时期的国度，跟现在的荒凉死寂形成强烈对比。这两个是一样的地图哦，对他来说活着比死亡还痛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最难过的是看到渣渣这段一路跟着他走，结果加蒙德已经失心了，只能把他打倒。再用琴声去听渣渣的心声，这一幕我真的是超级难过。如果前面无需这些严苛的条件，很轻易的放你进去真结局，我相信这些感受是大打折扣的。因此他们同时把进入真结局的门槛设得很高，包含探索地图、更难的跑酷、剧情碎片，这些要素经过设计与编排并融合在一起，视为成功挑战的奖励跟动力回馈给玩家。我认为这一部分狮之歌真的融合得非常好，而且这些功并不容易，尤其现在很难得，因为现在很多游戏场景讲求精致，开发期也变长，还要因为剧情关系替大多场景做2个版本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。我印象这种事大多发生在老游戏上面，例如 FF6 破灭后的世界， Xenogears 即将动画的大地，
还有恶魔城月下的逆城。如果 PS4、PS5 有这种游戏，请赶快留言跟我讲，我有很大的意愿去玩。樱桃游戏工作室这群人真的是做游戏做上瘾，狮子哥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他们喜欢做有难度的游戏，包括空洞骑士1也是，尤其 DLC 的万神殿。否则我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列出5小时内破关，完成度100%，并30小时内破关，一命通关，100%并一命通关。他们居然把这些事情放进成就奖杯，一代也有，可以报警把他们抓起来吗？而且30小时是需要做功课的程度，纯有技术路线不对，一定无法30小时以内。狮子哥确实很难，也很有挑战性。这是狮子哥的优点跟缺点，中后期难度不适合一般大众，跑酷很难。不过难度这件事也是说来有趣，原本一直在实况上一直讲啊，狮子哥前面蛮简单的啊，买了啦。因为前期单行道很多，爬墙跟冲刺也给很早，大黄蜂下戳几乎没人挡得住，又能瞬间拉出安全距离，非常强势。我觉得第一幕比1代前期好玩就简单，后来一到第2幕的圣堡，哇靠，我直接崩溃啊！这边突然难度飙升没有人这样玩的啦，哪有你记录点，然后跟你要15块，然后怎么存钱？太扯了啦！我超级不理解为什么难度突然飙车，连开一张椅子都要跟我要钱，而且这张椅子超靠背的，跟我收15块钱只能坐一次。后来忘记为什么打一打，突然想到赌博末世录，给凯斯1份薯片。我就脑袋突然灵光一闪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椅子要钱了。椅子贩卖机盖在哪？圣堡工厂。我就问一句，劳工有什么资格坐着休息？给我用工钱换，他意思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满城住着比苍蝇还烦的敌人，每次运动线我看有10改，路边随便一个陷阱都扣2滴，这时血量上限正常只有6滴或7滴，难度瞬间飙升超多。结果最后想法回归到跟大家一样，先玩过前作比较好，难度曲线比较稳定一点。不是很熟悉这类型的游戏再买，其实328卖这些内容买到都算赚到，真的。做了7年，然后只卖328而已，还让盗版社群呼吁买正版。这些游戏内容让我感觉是真的做了7年。我第一次玩这类型的游戏，玩到会讲这种话火灵竹虫三小，还有图哦！干，这游戏是怎样？电鹤巢穴三小啦，又有新的地方。三小啦。这游戏有完没完啊？这游戏也要让人玩完的意思吗？内容真的太多了。狮子哥的优点跟难度细节讲的差不多了，剩下一些我觉得还好的小缺点。很多人抱怨主线 BOSS 没什么奖励，这个问题我也把它跟商店卖太贵绑在一起。我全程喷掉的念珠应该是1000颗左右，但是要买下商店所有物品，我还要特地赚1万颗念珠才够。取得跟消费的设计比例有点失衡，不过最近更新有下修商店的价格，我是觉得掉落数量如果能再提升 1.5 到2倍，应该都算刚好。我刚进圣堡工厂不小心喷掉钱，那时候连1块钱被消灭我都觉得很阿杂，所以念珠数量平时给的很充足，我觉得就会减少主线 BOSS 没奖励的不满。然后翻译只有简体没有繁体，8有热心的网友提供繁体字供 Steam 版本更换，另外确实有超译的问题，这个大多发生在印章上的文字跟任务叙述，蘑菇任务受到很大的影响。英文就是很直接的描述，中文却要搞得字句工整。NPC 对话我觉得很正常，有表现出他们的性格，也看得懂故事大概在讲什么，无伤大雅的小缺点大概这些。接下来我想特别提，这次狮之歌的选题、主轴跟解释真的很厉害。他们选择用信仰去打故事背景的敌，然后再利用信仰来建立生态秩序与平衡，另外又合理牵扯到大黄蜂的祖先跟血统。信仰我一直觉得是一件很难讲得好的词，像记忆、信仰、梦这些无形的词，很容易延伸出许多不同的想象跟解读，讲不好就会难以聚焦。一般常见又糟糕的方式，就是透过台词一直向玩家解释游戏所需要的知识背景，这个超级无聊，而且我完全记不住。狮之歌开头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起点聚着一群不太有活力的小虫子，问大黄蜂：“你也是朝圣者吗？”许多朝圣者都在前往圣堡的半路上挂掉了，你应该在这里做好准备再出发。然后还有这只红到红出圈外的超级迷音，一直对古门唱歌的谢尔玛，古门一定能感受到我的信仰，自动为我敞开大门。
走不用1分钟就能找到开门的按钮，把他敲爆，在他眼前已经把古门开给他看。结果他说，一定是古门收到我的信仰才打开的。这些就是狮之国表达信仰的方式跟文化思想。只要你对圣宝越虔诚，朝圣之路就会为你敞开。朝圣者越接近圣宝，代表越虔诚。他非常清楚解释这里的文化跟信仰是什么行为。这让我想到还有一款游戏 PS1 的太空战士战略版，每个角色有先天固定的勇气值跟信仰值。它的信仰值设计很有趣，信仰值越高，造成的魔法攻击力越高，反之被魔法打就越痛，因为他很相信魔法。这是很有意思的设计，也做了很好的解释。半路上也会遇到其他朝圣者，或是只是刚好住在境内的居民，借此了解这里的生态，或是开启另外一个故事，并非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是朝圣者。总之前期给了一个很明确的首要目标，登上圣堡。大黄蜂之所以成为狮之国的献祭首选，是因为大黄蜂体内流着编织者野兽赫拉跟苍白之王的血液，因此它具有无限产出灵丝的能力。灵丝可用来治愈、续命跟制造强大的符文，它是非常万用的资源。这么强的虫子为什么会被抓起来？我忘记是哪里补充还是看到的。印象是以寡敌众，然后掉进陷阱，被关进具有封印能力的笼子里。在开头动画有显示出这个特征，所以一开始动不动画面出现黑色的边边，意识模糊，代表大黄蜂的能力还在慢慢恢复。再来很早出现的 BOSS 全身白的蕾丝，他的登场台词跟旁边飘着蝴蝶，刚好符合开头动画突然帮大黄蜂解开封印的蝴蝶。我推测他是帮大黄蜂脱困的救命恩人，但感觉不是出于好意，只是想单纯破坏掉某人的计划。如果第二幕破关前没有彻底探索，对他的认识只有他是苍白之母造出来的生命。他视自己为半产品，否定自己的存在，而且维持生命需要大量的灵丝。他更详细的背景故事被藏在主线以外的地方，在辅之者的费明馆风情，在此处弹琴可以听见蕾丝的心声，对自己的生命非常悲观，只看见生来注定灭亡的命运。更深处的幽影似乎就是他的姐姐。解说是这样写的：苍老的躯壳布满灵丝的束痕，比起缓慢凋零，更渴求战死的终局。也许这就是蕾丝看到自己生命的终点，因此憎恨着母亲，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。大黄蜂在路上也会受到编织者的帮助，这些也许是编织者的灵魂或思念，只能从雕像清楚判断与编织者有关。除了这些主线经过的编织者，另外还有其他编织者躲起来了，像是这种用弹琴开启的避难所，这些都是编织者为了避开苍白之母的视线，万中选一的风水宝地，在里面躲一辈子。还有一些被抓进最死牢狱里面的，活生生关到死，其中一只要用叛教的钥匙才找得到，并以原罪者来称呼他。苍白之母当初受到编织者们的背叛，但细节与过程没有详细叙述。久而久之，狮之国自然形成庞大的体系，生命与信仰成为互相倚靠的关系。再加上圣堡内部的消息相当封闭，因此形成一个自循环。总之，狮之国为了维持永恒的繁荣，负面者会一直抓虫子进去圣堡，有些拿来做实验，将灵魂抽出作为丝绸的素材成为灵丝，再用灵丝操控这些空壳去寻找更多的虫子。因此，圣堡内许多敌人在苏醒前都会出现一条灵丝。负面者的特征有如其名，有一块布遮住他的脸。大黄蜂知道这一切与他的血缘有关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，果断选择面对他的命运。这也是要几乎探索全部地图才知道的事，在知道这么多的剧情才允许进入真结局，这就是让我觉得异常用心编排的原因。而且主轴是我认为很难写的信仰。大黄蜂使用光牛萨满提供的虚空陷阱，蕾丝突然出现切下母亲的手，导致整个情形往最坏的方向发展，进入一切崩坏的第三幕。这幕真的非常残酷，用场景跟人物的死亡来告诉你打破平衡的下场是什么，形成不论怎么做都不对的死局。不过我很喜欢这时的大黄蜂，正常角色犯错，我最怕的就是要看很长一段人物在低潮跟反悔的剧情，还好没有。大黄蜂立刻到处打听拯救现况的突破口，所以我们知道大黄蜂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正在想办法弥补。蕾丝成功执行对母亲的复仇，他想要让母亲永远得不到他想要的灵丝，同时借母亲发疯来摧毁掉狮之国。然而大黄蜂与瓜牛萨满的感受与他彻底相反，也许是母亲想拯救自己的孩子而不愿死去。如果要彻底解决现况，只能穿越深渊底下的虚空之海，亲眼确认苍白之母不甘死去的原因是什么。不过穿越这片虚空之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需要传说中的永战花。得到永战花的过程充满感动。
大黄蜂潜入自己的记忆，先是出现他被编织者们抚养长大的时光，因为母亲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必须永远离开他的身边。野兽赫拉跟大黄蜂相处的时间并不长，老公早逝，加上他身世普通，后来决定与苍白之王谈一场交易，和他生下具有贵族血统的后代。他将奉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成为常年守护王国的守梦人。因此，生下大黄蜂之后，马上就要履行与苍白之王的约定，成为守梦人。后面交给白色夫人跟编织者们来抚养。但是编织者对大黄蜂有擅自的期许，想把它培养成期许中的模样。这时大黄蜂才想起来，母亲走前曾经跟他说过的，这都只是满足他们的欲望，并不是你想要的，更不是我期许的。只有抵抗才能寻求一丝希望。但是经过长久的时间，这些话你是否还会记得？是否还会记得我？身为母亲，戴上面甲之前，因为责任而有眠之前，也许最后一句的点点点，是尽到作为母亲的责任吧。最后来到白色夫人面前，原本身穿白色制服的大黄蜂变为自己的红色斗篷，象征着找回自我。白色夫人认为他们统治是为了大家好，大黄蜂反驳他。在他经历如此长久的时光与事情之后，他的看法越来越透彻。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，都需要强韧到可以让自己见证美好的世界降临，强到能帮助自己亲手创造理想世界。这才是他的生母、师父以及夫人的共同祈愿。白色夫人认可他的言辞，认为他必定是经历非凡的苦痛，才能领悟得如此透彻，比他自己还要清楚明白他想达成的愿景是什么。赐予他带着最初始的光芒，去抵御与他们家园永世相连的虚空，把绽放花赠予大黄蜂。准备做出了结的前一刻，蕾丝嘲讽他一切的努力，但是大黄蜂明白自己已走过数个荆棘试炼，在许多危机中见证过奇迹。她永远都是圣草之女，不再畏惧万物之底的虚空，勇往直前的冲进虚空。永绽花绽放出神圣的白光，在一片黑暗的虚空之海闪耀着，白光驱散掉任何想侵占它的黑暗意识。阻止大黄蜂的蕾丝已成为施行者，战斗到最后，大黄蜂彻底打败蕾丝，但大黄蜂依然要带着蕾丝一起走，即将被虚空包围。背后的苍白之母赐给大黄蜂近乎无限的灵丝，好让他们冲破虚空之海。最后的最后，真的充满母爱，但是现实很残酷，还是无法突破遍布黑暗的虚空之海。这时出现我意想不到的人物。已成为虚空神的一代小骑士现身帮忙大黄蜂，大黄蜂与蕾丝平安无事回到深渊，这就是狮之歌的真结局。然后我有解完蘑菇结局，所以看得到蘑菇飞天的画面，最后给出4个大字：未完待续。太神了，狮之歌。聊天室有个观众，我觉得解释得很好，这应该代表蘑菇前往下一个国度继续观察了。他是一个观测者，所以会有3吗？我非常期待，也感谢看到最后的各位。我是 TG 讲游戏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讨论，这对我的频道有很大的帮助，谢谢。希望下部影片能继续带给你们期待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